好，Hello，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谷歌优化师部落，一个专注于谷歌运营技术的部落。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常用评估老域名的一些工具。我们先来讲一下啊，大概有哪些工具，然后我们再来演示一下这个老域名如何进行一个评估啊。因为这里的话，我只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基本的一些使用的一个方法，到后续的话啊，涉及到这个站群的一个系统课啊，会专门来讲解这个域名的一个评估。OK， 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老域名啊，我们上节课讲的老域名它的一些优势劣势，对不对？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查询老域名的一些工具到底有哪些工具？第一个的话是什么？是这个工具跟这个 Fairpile 啊，这个工具两个工具国外的工具啊都不错。第三个的话是什么？是域名注册平台商啊，像 Gmshop， 它平台的话也干嘛呢？也有这个查询老域名啊这么个功能，包括 West、GoDaddy 啊都有。好 ，OK，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的话，这个工具是比较好用的啊。比较好用，如果说你不懂英文的话啊，你自己可以翻译一下啊。那么这里的话有什么？有这些标志。第一个的话是什么？删除的域名啊，这个删除的.com、.net、.org 啊，各式各样的什么后缀的一个域名。像我们在选择域名的时候也讲过什么？优先考虑.com 的一个域名啊，所以先选择什么 ？delete， 那 delete 这个.com 的一个入口。所以点击这个进去之后，你看到没有？它这里的话，它是有什么？它是有一个数量的一个标示啊，这个数量还是很庞大的。所以你点击进去，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的一个展示出来的一个域名啊，下面的话是页的一个数量，所以它的一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啊，相当庞大的。然后在这里的话啊，可以显示查询的一些参数，比如说啊，包含什么值啊，跟这里的这个时间以及这个国家啊，国家它这里提供了一些啊，这些是比较特别好的啊，甚至它会有什么价格等等啊，这些参数你们自己干嘛呢？你们自己可以啊，私下去什么去摸索一下它的一些使用方法啊，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包括这边的这个啊，这些通过这些参数进行查询啊，比如说 IP 等等啊，这个主要是查它的一个什么？它查这个域名它的一些什么历史的一些数据，可以通过这里进行排查啊，这里进行排查，包括这里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设置参数的一个入口，所以我就选择这个最常规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我是要去搞一个这个注册一个这个Sextony 或者说 Glasspiece、Glassball 这一类的一个域名，对吧？那我们讲过什么？最好是包含关键词。包含关键词的话，我这里可以输入 sex TOY 啊，这是包含关键词。然后的话，你要自己去选择啊，比如说你要选择英国啊，这历史的国家。像这的话，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选啊，不会去选啊。那你要选的话也是可以。还有这里的什么时间啊，这里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时间，这也是可以设置。我这里的话就不去设置时间，我只设置它包含关键词啊，然后点击什么？点击这个申请查询。好，那么查询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出来的时候，之后它只有什么4页，对吧？出现4页，但是这种4页的话干嘛呢？它的一个有的域名是已经被人已经抢掉了，像这一类的话它是抢掉了，对吧？抢掉了。然后这个的话是时间，时间的话就是你域名它的一个释放是什么时候释放的？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昨天呢，昨天晚上被释放出来啊，被删除了，删除了之后可以什么重新注册啊，包括1、2、3、4、5，对吧？所以正确下的话可以在里面筛选择你自己的一个用一个想要的一个域名。好，比如说这里来看之后啊，这里也有什么啊？这个外链的一个数量
啊，我们可以点击它，它就会什么排序，看到没？它就会排序啊，等等啊，这些参数你们自己进行一个摸索啊。那外链数一般来讲的话啊，你这个外链数越多，说明这个网站它的价值一般情况下会相对来讲会偏高一点啊。这些参数你们自己进行一个摸索。但是像这种外链数比较高的话，然后域名又比较 OK 的话，被注册的一个概念比较高。比如说像这个 Go Sextory 啊 ，Sextory 啊，你可以啊，像这种域名的话，它还是干嘛？第一个，它包含关键字；第二个的话什么？简短 Go 啊，有内涵，相对来讲会有内涵一点。那么像这一类的话啊，可以进行考虑啊，可以进行考虑，包括下面的这些你都可以什么一个一个去查询一下，查询一下是不是你所想要的啊，查询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包括它的一个什么历史的一个年限啊，最早的一个建站的一个时间，通过以上的这些参数进行一个排查是完全可以的。那第二个工具的话是这个工具啊 ，FAP 啊，你输入进去之后，登录这个网址之后，你就能够看得到啊这些的一个域名啊，像这个 HTML5啊，这个域名还是不错，但是它的一个价格什么美金是相当贵的啊，相当贵的啊，所以这个域名我们只可以来看一下。当然你要去选的话也是可以，它左侧也有什么？左侧也有这个啊选择的一个区间啊，有一个区间，但是整体上来讲啊，这类的话它的一个价格是普遍偏贵的啊，普遍偏贵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像这个啊 ，GoDaddy 的话，它也有什么？它也有这个域名啊，它也有一些这个域名的一个入口啊，它也会有这个域名的一个入口，包括这个居民 shop 的话，最表现为最明显的话是什么？这里的一个域名抢注，域名抢注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马上要到期的，你自己可以什么？你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抢注，跟这里一口价的话是什么？一口价的一个域名是已经到期了啊，一口价的一个域名是已经到期了，可以。不对啊，讲错了啊！一口价的域名是干嘛？是还没到期，但是别人拿出来卖啊，拿出来转卖。那么这个域名抢注是已经到期啊，已经到期，你这里可以选择时间来进行抢注啊，等等啊，这是这几个工具的一个应用。像我个人用的最多的话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因为这个工具啊，查询的一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啊，是相当庞大的啊。OK，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居民 shop， 它的一个优点，它有什么？它有一个通道啊，它有个通道，我登录我的账号来给你们看一下。稍等。OK 啊，这个是，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域名抢注之后啊，我们会看得到啊，这一列的话就是即将删除的一个时间啊，删除的一个时间是2022年11月25号，对吧？那如果说你想要它的话啊，那你就可以进行一个预定，但是这种的话什么，它的价格贼贵啊，所以这的话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标注，比如说 Sextory。但是这个行业有点不太一样啊，像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行业啊 ，Sextory 有的平台它是不支持的，因为它带有什么 sex 性的一个标志，包括这个什么域名后缀啊，选择点 com 啊，你也可以进行一个排除啊，包括它的一个域名的一个长度，哎，这些的话不具备看啊，这一类什么高 PR 高权重这一类，它主要是针对什么？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内的一块。我们做跨境这一块的话，可以不用去看这个啊，域名属性我们可以不用去看啊，
然后点击什么注册时间，你也可以进行一个筛选。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域名的一个注册时间越久就越好，对不对？我这里就不限，然后点击什么，点击开始查询。实际上你查询也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设置的一个条件是有点什么，有点苛刻啊 ，sextony。但是这一类的话，什么，它的域名也不多啊，也不多，所以正常下的话是可以什么，可以进行看一下。好，打个比方啊，这里啊，它的一个估值是没有，像这里的域名的话，它是不值钱。我们来换一个，比如说我换成这个 Google GLGLE 啊，包含 Google 的这一类的关键词，看一下啊，那包含 Google 的一个关键词，它就有什么？它就比较多一点啊，共有什么118的话，比如说谷歌啊、lib、en 啊这一类的话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啊。像这边的话，它有个估值的价格是516，但是为什么有的它没有价格呢？有的价格的话它是没有的啊，没有的话是因为什么？因为最终的价格是以什么？是以这个竞拍的一个价格为主的，所以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比如说这里516，你可以点击什么？一定之后你会发现它这里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个渠道。那么抢注的一个价格啊是在这里，包括你要提供什么？保证金啊，保证金你可以通过啊1、2、3、4、5、6、7啊这个渠道啊，像这个1号通道的话，它的什么？它的概率就会偏高啊，但是也未必是什么，未必是100%啊。你可以选择1号，然后点击预定啊，它这里也有个什么流程，域名筛选，然后选择什么预定域名。如果说预定域名成功之后啊，预定域名成功，它不是你一个人成交。不是你一个人预定，是多个人预定，有可能是多个人，也有可能是单个人，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什么？是多个人进行一个预定。如果说是多个人进行预定的话，这种情况下就要什么？叫竞价啊。那竞价，如果说你竞价成功之后，这个域名什么？这个域名就归你了。但如果说这个竞价失败之后，它又会什么啊？你这个竞价被别人出的价格更高了，对不对？那正常下干嘛呢？那你失败来到之后，这个什么，这个资金它就会解冻啊，就会给你释放出来，就不收你费用啊，还有抢注失败啊这一类，所以它整个流程是这么一个流程的啊。但是居民 shop 的话干嘛呢？它有这么多通道，相对来讲成功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啊，可能会高一点。包括这里的什么啊，域名的一个竞拍啊，域名的一个竞拍也是竞价，这种的话它的一个什么，它的一个价格就要高很多了啊。它的价格就要高很多。OK， 好，这是这个居民 shop 它的一个特点啊。当然，包括这个西部数码啊，这个 west.cn 也是可以。像我们查询域名，我们一般情况下会什么？会到这几个平台，特别是第一个平台啊，第一个平台你查询完成之后，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第一个平台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查询被删除的，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删除，没有人跟你抢了，这种情况下啊，那你就查询得到啊，里面有的域名是相当不错啊，需要你自己进行一个筛选啊，选择的好的话，这个就比较值钱。然后你搞定来了之后，比如说第一个啊。我觉得第一个域名比较什么？比较 OK， 从参数也好，那些东西也好啊，都比较 OK。但是实际上它是很差的啊，是没有什么。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当然我这里也可以什么？我也可以把这个条件全部给它什么放开来之后啊，像这种的话它是什么？这个你看这种的话域名它是比较 OK， 但是都已经被人注册掉了。啊，这种状态的话，是你是没法注册的，是因为别人已经被抢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这个的话它是 2.3， 对吧？2014年，对吧？这个域名，我们如果说你觉得它好的话啊，也可以进行一个注册，你可以直接把它给复制出来，然后跑到哪里去？跑到这个居民 shop 有个这个域名注册，直接把它复制到这里来。复制到这里来了，像这一类的话啊，它一般来讲是没有被注册啊，但是也已经注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注册的一个时间啊，
是在昨天啊，是昨天被注册掉的。所以说它这里还有个弊端，弊端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数据更新啊会有所延迟啊，这个的一个数据更新会有所延迟。像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法注册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还要更加定义的话，那你就干嘛呢？定义到24小时或者是48小时啊，定义到48小时去找，它就是最新的这些数据。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你觉得 OK，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看一下这个域名它有没有被注册。好，看到没有？那这个域名的话，看嘛，它是没有注册，也就是说刚刚被删除了，被释放出来了，那你就可以可以注册。所以这个工具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辅助工具，它只是查询这个全球域名的一个删除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你能够筛选出很多不错的一个域名包括这个工具也是一样这个你筛选完成之后干嘛？你就可以到达居民 shop 上去注册购买，你也可以到达 GoDaddy、亚马逊这些平台进行一个好，这是关于这个老域名查询的一个工具。那第二个，我们去评估这个域名它到底 SEO 参数怎么样通过什么工具进行一个查询。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域名，对不对？可以通过什么国内的一款工具，这款工具也还算是很好用的你打开 SEO.极致.com， 然后把域名放到这里来，点击查询。它最主要的话是查询它的一个历史统一度，包括它的外链等等这些东西。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域名。这个域名的话，它的一个极致给它的一个评分是800，这个评分的话不是很准它只是平台方给它的一个评分，所以我们参考一下就 OK。然后它这里它也可以进行一个查询什么被墙。那什么被墙呢？就是这个域名有没有被墙你看点击进去查询之后，它是什么正常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被墙？被墙就是这个域名它历史上有可能是做过一些灰色的一些，比如说涉嫌这一类的，那我被什么？被国家工信部识别到，直接把你拉入黑名单。那拉入黑名单之后干嘛呢？你这个域名只有国外能访问，但是国内什么？国内完全不能访问。如果说你是做国内生意的话，那这个域名干嘛？基本上就废掉了，就不需要考虑，考虑你都不要考虑，明白吗？但是国外能正常访问，国外没有任何影响国外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干嘛呢？不会考虑说去采用这个已经被墙的一个域名这里跟大家扩充一点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域名年龄，域名年龄是你这个老域名它到底有多少年限在这里，就建站的一个年限。还有全球排名全球排名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包括它的一个 UR、DR， 还有什么超链数。超链的话有 1.8， 也就外链了，跟它的一个来源域，也就是说多少个域名给它挂了一个外链这里是别。虽然这些参数不是特别精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什么参考价值好，我们看完上面的一些参数，包括这个 DR、UR 这一类的参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它的一些毛文本。毛文本的话就是做的一个超链接超链接上面的一个文字统称为什么毛文本。毛文本对于 SEO 来讲也是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毛文本大概是占了哪些因素哪些词，然后它所占的一个比重，以及它的一个时间在这里最近检测8小时是发现时间，最早发现时间是在2020年10月30号当天。还有这里的一个什么，这里的它的一个年月它的一个历史建站记录。那历史建站记录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总共有3个建站记录。这里是14年，然后16年失控了，这时候有可能是被删除之后又重新被人给买过来注册，然后在2022年，也就现在
识别到的话是这个域名是已经在出售啊，出售，但是有可能什么没有人买，所以它就完完全全被删除了。然后那这个每个状态，然后这里的话是什么？它的一个语言啊，也就是说这个域名它之前是做中文、英文还是其他语种的，所以我们做外网，我们一般会优先选择什么？主要的一个语种啊，主要的一个语种，包括它的一些什么毛文本啊，最近的一个检测识别等等啊，这些都是具有可参考意义的。所以这个极子 SEO 这个工具还是特别好用啊，我们可以用来检测这个脑域名它的一个情况。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时光机。那时光机这个工具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是来查你这个网站的一个历史拍照啊，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它这个工具它会什么去识别你这个网站，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好，我们查询一下这个，查询在我们发现它的一个时间，最早是什么？2014年有识别到，分别是这里，我们点击进看一下啊，是在7点55分。我们点击进去，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网站原来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接线，包括它的主导行，这个应该是主导行啊，然后用户啊，博客，但是这些图片它是显示不全的啊，显示不全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看啊，也会去重点去看这个时光机啊这个工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域名是否被强啊？域名是否被强？我们刚刚讲过啊，极子 SEO 它就有这个功能。当然呢，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工具，你也可以上百度或者说谷歌进行一个搜索。比如说我这里推荐的方式，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我们直接把域名放到这里来啊，查询啊，查询它就会什么被强查询网，对吧？点击查询。查询之后，我们看一下啊，域名它是什么？是正常的啊，正常，它没有什么，没有被强。如果被强了，找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啊。它也可以查询什么？它也可以查询被强的一个原因啊，也可以查询被强的原因啊。那到这里的话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工具的一个使用啊，这些工具的一个使用。一般来讲，我们在选择脑域名都会进行一个配合来使用，而不是单独什么。而不是单独用某一个工具进行一个查询。好 ，OK， 那么讲解完这些工具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干嘛的啊？演示一下第4个啊，演示脑域名啊查询啊。OK， 好，回到我这里的话，就主要用这个工具来查找啊，然后把这个居民秀啊也留下。然后的话是时光机也留下啊，其他的就保存。一般来讲，我会在这里，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筛选一个域名，对吧？这个域名比如说叫做 SEO， 或者说啊，就把它设置成 SEO。SEO 之后，我把它设置成这个英文的一种状态，我希望它是英文的历史记录，因为做 Google 啊。然后这些参数我可以去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啊。我这里就不去设置，包括这边的这个啊。然后点击什么？点击这个查询，查询出来了之后，我们会看到它这里有什么83页，所以我要进行筛选一些，进行一个排序。比如说这个 BL 就是这个外链，我们点击它，让它进行一个排序啊。现在是降序，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筛选。啊，选中它来了之后啊，我会发现什么？第一个的话是什么？是已经被人注册，第二个没有被人注册啊，昨天的，但是它的参数有可能什么比较不错，但是它什么比较高，比较长，所以长的话，我们先来查询一下这个。首先第一个点，这种长的话，我一般不会考虑太长了，对不对？所以我会把它什么放到这个极子上面进行一个查询。好 ，OK， 那这里查询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参数跟上一个参数脑域名的参数比数是要好得多，对不对？这里的话是什么？
是5900分，11年啊，域名 DR 更是25，外链全球是710啊，很高的啊，包括它这种这种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看它是在11年10月份有识别到，而且它这里的话是什么？都是一家公司，看到没有？加拿大的加拿大的这个也是加拿大同一家公司的，对吧？它大概是11年做到了18年9月份，然后9月份的话，它又Namecheap 的话是什么啊？是一个域名平台啊，是一个域名平台啊，所以它从这我们看得到，它在历史统一度上面啊是还算是可以，但是也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历史统一度它是完全从2011年到现在就做一个行业，那这种域名可继承的一个价值就更大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语言是什么？是英语，一直做的是英语，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错。还有它的一些什么毛文本毛文本的一个指向毛文本的一个指向来源页 DR 对吧？你也可以什么？你也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一下它这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你肯定要加 U， 然后肯定要加 F， 看一下能不能查得到。好像没查得到没查得到。那么它这里的话有可能什么？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删除或者说其他原因最早检测到的万链，这个是最早的然后最早发现万链最近这个是最近，这是最早。那我们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得到它在哪一些平台发布过一些万链。我们来查询一下这个，看一下有没有还是这个平台，但是我们刚刚从源码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查到的没有查到。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这个域名还是可以，但是它就是太长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域名放到什么？放到去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被强有没有被强。相信一下，正在进行检测结果正常，看到没有？是不是已经正常了？正常的话说明这个域名是可以考虑，但是因为它更长，太长了好，那如果说觉得 OK 的话，你再把它什么？把它放到这个时光机里面去检查一下，它在11年、14年点击14年，或者说点击某一个时间段，都是可以。14年是没有记录下来，18年有4个点，1、2、3、4，对不对？随便点击一个，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快照。好，那么当时的话是这么一个界面我们看得到它有没有，也还是可以。OK， 好，那么这个域名总体上来讲呢，它的一些参数是 OK 的，但是太长了，对不对？所以这情况下我们就不考虑那么其他的话干嘛？其他的话它的也是什么？其他的话干嘛？其他的话它是参数不是特别好参数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等。像这一类的域名如果说你要去筛选，我建议大家是在早上6、7点钟左右，5、6点钟左右去筛选，可能概率会更大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话，还没有被人筛选过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知道吧？就这么一个流程。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域名 OK， 那你再直接把它直接把它放到这个Gmail里面查询进行一个注册就 OK 了那整个流程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查询老域名的一个工具基本上会用到这些东西每一个工具都需要相互配合来使用，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OK，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解到这里。